今天是我们原转会第5次的委员会议也是我们第1届原转会最后一次的委员会议。那么这几次开会下来呢，在各位委员共同努力之下，我们渐渐找出了可以坦诚面对历史，开始着手解决问题的方式那么像是我们对自治、土地、频谱身份等议题的讨论，包括前几次邀请林务局、台糖公司来报告，虽然彼此间难免有利益冲突，或者一些存在一些观念上的跟认知的落差，但是经过对话之后，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交集，达成共识。那么亚尼的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例子。上次会议中，我们各位委员的提案跟发言，就给我们政府一个非常宝贵的提醒。我们因此体会到当地太鲁阁族人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心情。那么过去3个月，我们铁拉邮道委员和相关的单位积极的奔走之下，政府、部落跟业者之间的协商会议已经举行，而且原本会议预计2个小时，结果后来开了4个小时，事情终于有了正面的发展。透过会议直播，许多人也都对当地部落代表坚定的发言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么这个经验也向社会大众充分的展现出原住民族有能力跟政府或企业谈判，并且清楚地表达我们对未来的整体的想象。那么等一下我们将会听取亚尼协商这个会议的报告。另外呢，各位委员关心的原住民族历史正义的法案，还有兰屿核废料真相调查议题，我们都有了一些进展。那么稍后我们也会听取最新的进度报告。这些长期累积的问题，或许是盘根错节，不容易因为几次的会议就马上找到解决的方法。不过我依然相信，只要坐下来谈，一定能够促进彼此的理解，找到共同往前走的方法。那我也曾经提过，泰雅族的 Spotlight 是寻找真相跟和解的传统的仪式。那么原住民族的每一族，甚至是台湾所有的族群的文化里面，一定也存在着这样的智慧。原转会的对话的模式，就是要让政府和原住民族一起来发挥智慧，逐步化解历史留下来的难题。我们的经验，国际都在看。那么今年的1月，自由之家在世界各国自由度调查报告里面有提到的台湾。那么提到台湾的时候呢，强调去年的关键的发展，是我们通过了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将各族语言列为国家语言，并且可以在立法及司法程序中正式的来使用。那么各位委员、各位收看会议转播的族人朋友，我们的努力也会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府跟原住民族带来正面的鼓舞。那么这就是我们台湾民主的价值。正是因为这样，借着今天的场合，我要正式的邀请在座的每一位第1届原转会的委员，在今年5月任期届满之后，按照设置要点的规定，续任第2届的委员，和我在一起努力，我们一起在为我们的原住民族的未来一起来打拼。我也要邀请土地、文化、语言、历史以及和解等5个主题小组的召集人，继续担任原转会的顾问，带领团队按照工作大纲计划的期程，厘清更多的历史的真相。那么这1年多以来，原转会的运作，包括委员会议跟主题小组的推动，都已经渐渐步上轨道。那么现在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已经完成立法。那么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宣布，即将成立的促转会也会有一位我们原住民族的委员。接下来我们也要让原住民族的历史正义工作法制化。我也希望能够持续的借重在座的各位委员的专业跟智慧，一起来达成这个目标。
谢谢大家。